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先说一个我的个人观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元论以及神秘主义只是不同的哲学取向，并没有高低之分，更没有对错。而有神论者、无神论者只是社会化过程中和接受的教育不同，自愿或者被动所做的不同选择。不存在信仰宗教就是落后迷信，而无神论就是先进科学的说法。如果你完全不认同，认为唯物主义就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人类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那么我强烈建议你现在就退出。毕竟自洽的世界观要比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要重要得多。为什么要先阐明我这个观点呢？因为本期视频我会来聊一聊印度的种姓制度，而要聊这个话题就必须要先去理解印度教。而我发现，因为受到国内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宣传和教育的原因，对印度有许多的误读，而这样的误读产生了很多荒谬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我认为是不利于我们正确的认识自身的问题的。本期视频我会试图解答几个问题：第一，为何种姓制度在印度如此深入人心？第二，为什么低种姓的印度人民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会去遵循这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制度？第三，为什么说国内讥讽种姓制度是50步笑百步？我会先从印度教的起源引出种姓制度的由来，讲述种姓制度如何为统治阶级所用，尽量简洁易懂地讲述种姓制度是如何影响印度这个国家。关于印度教的起源，目前有2个比较主流的说法。因为印度教保留了大量用梵文撰写的宗教经典，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教是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200年雅利安人入侵所带来的。因为雅利安人当时使用的就是梵文，而随着考古发掘出一些神明的雕像，更像是印度本土神祇湿婆。现在更被人所接受的理论是，印度教是由印度各种不同的古老宗教相交织而成。雅利安人作为侵略者，也受到印度和流域文明的影响，吸收本地的神祇，由印度人民的共同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种姓最初就出现在印度教的经文吠陀之中，离去吠陀作为吠陀四部之中地位最受尊崇、最为古老的印度圣典，在其中的猿人歌中有以下描述：猿人之口生婆罗门，彼之双臂长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从雅利安人的角度说，很有可能是他们想出了这个按照职业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的方法，然后再通过宗教信仰来达成统治的目的。而这种种姓制度的特点，比如世袭父母传给刚出生的子女，高种姓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不同的种姓都服从不同地区的法律，地位较高的种姓比地位低的获得更慷慨的赏赐，而受到的处罚则更轻。你把高种姓换成特权，在我们的社会模式里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所以探究种姓的根源，与其说是一个宗教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简单来说，婆罗门僧侣阶级和刹帝利的武士阶级有力的结合，这样的统治联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统治者会通过婆罗门僧侣的威望来合理化自己的统治和权威，相对的，婆罗门也会从富有的王室得到财富和土地，建造更多的庙宇，传播信仰。早在公元8世纪，新的印度统治者在占领了曾经属于当地部落民族的土地之后，为了说服部落民族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常常会请来婆罗门僧侣，使用他们的宗教权威来威慑部落民族。为了安抚当地的部落民族，他们所信奉的神也会被列入婆罗门僧侣的庙宇之中。作为交换，部落民族也开始信仰印度教的主神。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大的民族的传统和小的地区传统的交融。随着不断的交融和疆域的拓展，那些庙宇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富有。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巩固了高种姓的地位。这种使用宗教信仰控制人民实行统治的案例自古至今，各个地区都可以找到踪迹。中国和儒教，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古罗马和基督教，东南亚地区和佛教。而区别就是，例如印度教和佛教这类的多神教，因为吸收不同神祇的能力，使得统治者更容易与自己的统治方式融合。而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一神教，由于不承认世俗的绝对权威，一旦政教分离，宗教往往被视为世俗统治者的巨大威胁。在理解了种姓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去探究为什么印度教信徒会遵守种姓制度，这种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世袭制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印度教教义里找答案。奥义书这本写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印度教经典文献里有这样的描述：宇宙的神圣存在梵与每个人的内在灵魂阿特曼是同一物质，最终每个阿特曼都会和宇宙普遍的梵达到统一。为了这个目的，灵魂要经历多次轮回，直到从凡尘中解脱出来，最后肉体死亡，阿特曼得到解脱，与梵结为一体，并且介绍了在这一过程中信徒的行为准则和印度教各个教派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法，宇宙中每一个生命都要遵从的一系列宗教和道德义务。业，生命活动对阿特曼的影响，遵从法能净化阿特曼，
违背法会玷污阿特曼，好的业即尊崇法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会最终使阿特曼从轮回中得到解脱。说到这里，我们先简单归纳一下印度教的核心信仰。印度教信徒的最终目的是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与神的力量结合，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遵循法，获得好的业来净化自己的灵魂。那么怎么样才算是遵循法？遵循法和种姓之间又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呢？我们能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找到解答。摩诃婆罗多描述了2个婆罗多分支家族之间的战争，从而从哲学角度阐述了责任和生与死的意义。中心部分是《薄伽梵歌》，其中描写到一个分支的首领阿周那面对战争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战斗，那么他就要杀死自己的堂兄，而如果放弃战斗，那么他自己将面对死亡。因此他寻求黑天的帮助，黑天给予他刹帝利的启示。他说明刹帝利的法就是战斗，战斗是至高无上的，更重要的是，即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比遵从别人的法好。到这里，整个种姓制度的逻辑闭环就完成了。所以，与其说印度教信徒为什么会遵从种姓制度，不如说他们皈依了印度教，就必然要遵从印度教的教义，而种姓制度只是众多教义中的一部分。每个种姓都有他的法，遵从自己种姓的法，净化自己灵魂的方式，从而获得好的业，而好的业最终使灵魂从轮回中解脱，与凡结为一体。而印度教和印度这片土地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印度教教徒都生活在印度，而印度教人口又占到了印度总人口的80%以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种姓制度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第一，它维系了印度这个多民族的社会，巩固了高种姓的地位。第二，它固化了经济体系，在保证家族不落入更低阶级的同时，也牺牲了进入更高阶级的可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那么我请问，这2个特点在中国是不是也能找到同样的机制，划分阶层、固定阶层、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到底有什么立场嘲笑种姓制度呢？